古语有云：福由心生，祸因行起。华严经言：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世间芸芸众生无不渴望福报安乐。然福报之得失，往往系于人心与行为之间。在这红尘俗世之中，养宠之风早已不再是权贵之私好，平常百姓亦习以犬猫为伴，寄情其中。有人言，养宠能培福，机缘是善心之举，岂不美哉？然而明代高僧莲池大师却曾谆告诫弟子，家有宠物，莫做三事，否则福报尽失，后患无穷。此言一出，世人多感困惑，宠物为伴，施以关爱，缘何反招损福之祸？究竟是哪三件事，竟能动摇一个人的福缘基业？这日秋风习习，古寺钟声远传，云栖寺内松柏苍苍，菊花初绽。身披素布直多的优婆塞善明，手持香礼，缓步踏入寺中，面色虔诚而疑惑。他自幼信佛，心怀慈念，数年前收养一只流浪小犬，视若至亲，近日却接连遭遇事业阻碍，家中病患，心中不禁萌生疑惑，难道与养宠之事有关？他跪于大雄宝殿前，前敬合十，请求开示。随后参见莲池大师，低声道：弟子近日烦扰不安，听闻大师所言莫做三事，不胜惶恐，愿求慈悲开示，宠物与福报之间究竟有何关联？莲池大师合掌颔首，拈珠轻诵，目光慈悲而深邃，道：善哉善哉，居士有心寻法，便是正缘已至。世间之事，表面为情，实藏因果。宠物之于人，非偶然寄养，实有三世之缘。若行之不当，便是于因果链上落下重枷。说罢，微微抬手，示意善明起身。二人缓步入后庭，坐于石桌之旁。庭中古松摇曳，菊香浮动，秋日暖阳洒在苔痕阶石上，一派清幽肃静。莲池大师注视着庭中飘落的黄叶，缓缓道：如可知，人与畜生皆在六道之中轮回往复，今为宠物，未必前世非人；今为人，亦难保来世非畜。故曰一切众生皆具佛性，当以平等心视之。善明闻言，神色微动，似有所悟，却仍心有疑团。大师微笑道：且听老衲道来。何为三事？为何会损福？此事须从一段往事讲起。莲池大师话音未落，庭中风起，几片菊花瓣随风飘落，仿佛映照着那潜藏于尘世背后的因果波澜。善明居士，大师捻动念珠，目光悠悠。世人常言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这第一件不可为之事，便是虐待宠物。善明闻言，脸色一正，躬身请问：弟子之虐待生灵有违慈悲，但宠物乃家中微物，有时调皮捣乱，主人数落几句，略施管教，亦属常情。如此也算虐待，果真会损福报乎？莲池大师轻抚膝头，语气沉稳如钟：居士有所不知，佛门讲起心动念皆有因果，意念不善，若加于弱小生命，其所感业报虽不立现，终有归处。哪怕是训斥喝骂，若出于嗔心，便已播下恶因，更遑论拳脚加深，故意伤害。说罢，大师缓缓讲述起一段旧事。此事发生于唐贞观年间，长安城中有一员骁勇将军，姓韩名敬，官拜右卫大将军。其人骁猛果决，屡立战功，为性情暴躁，易怒无常。府中豢养一条猛犬，名唤铁葵，自幼陪伴韩将军出入军营，屡次救主于险阵，功不可没。然韩将军为人执念极重，战场不利，朝堂受挫，便迁怒于犬。每逢心情不顺，必召铁葵至前庭，以铁鞭抽之，力道之狠，几欲致命。铁葵虽终成驯服，未尝反抗，然每次受鞭后，皆瑟缩于门下，呜咽哀鸣。
3年之后，韩将军奉命出征西域，途中突遇暴风沙袭，坐骑惊慌失控，将军被掀下马背，脊骨断裂，当场昏厥。随军将士拼死救护，然韩将军自此半身不遂，终老于府中，不能再起。单明听罢，脸色沉重，低声道：“此果报竟应在身。”大师微微点头，缓缓引用经文：业报差别经云，于诸众生，其恼害心，当得苦果。韩将军表面上对一处之物发怒，实则是将自身的嗔毒不断投射于众生，结果业力反噬，自伤福体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越过单明，望向远方林间金光斑驳。居士须知，宠物虽非人形，然亦有灵之感应之心。你以怒目视之，它便战战兢兢；你以爱心抚之，它便摇尾偎依。此心若起恶意，纵非刀剑加身，它亦觉恐惧悲苦。而这样的心念，便是佛法中所说恶业种子，潜藏于80田中，终有一日会开花结果。单明缓缓叩首，低声道：“弟子明白了。凡夫只以宠物为玩物，喜则禁之，厌则弃之，不曾想到这每一分嗔怒与粗暴，都是在损己福报，造他人苦因。”莲池大师点头：“善哉，居士！唯有慈悲能济众生，嗔心生处，福报即灭。这第一件不可为之事，若能谨守，已是修行之基。”单明闻大师言毕，心头沉重，不禁回想起自己偶有情绪不稳时，也曾因小犬弄脏书卷而厉声呵斥，虽未动手，然今思之，亦非慈心所为。他叩首自省：弟子受教，今后定以柔和心待之，不再动嗔怒。唯不知您所言的第二件不可为之事，又是何过失？莲池大师轻抚手中念珠，沉吟片刻，目光落于庭院一角，那儿有几只麻雀正啄食落地的香灰。他缓缓说道：“第二件不可为之事，乃是过度宠溺宠物，以致本末倒置，背逆人伦。”单明微恶，问道：“宠物既为伴侣，爱之护之，有何不妥？倘能以一片真心待之，不正是慈悲体现？”大师点点头，诚如居士所言，善心之本无过。然世人常有一种偏执之爱，陷于贪欲，不知分寸，爱宠至深，反轻亲人，恃宠周到，却忽视伦常。如此行为，虽貌似善，实则乱了本位，损了根德。单明若有所思，大师便讲起一则旧事。此事发生于清乾隆年间，杭城富商卢尚志家资万贯，膝下仅有一子，名曰卢彦昌。卢公年老，宠爱独子，自小便让其养猫养狗，不设拘束。卢彦昌最钟爱一只缅甸猫，名曰雪娘，每日与其同寝共食，出入辟邪，衣被饮食皆是上品。更甚者，为其修筑猫楼3层，铺设软毯锦缎，安设暖炉香炉，逢猫生辰，必置酒设宴，请城中文人名士前来祝寿。而与此同时，其生母年迈多病，卧床不起，所需汤药多次被仆人搁置，只因卢彦昌怕药味惊扰雪娘，母亲多次唤子而不得见，终郁郁而终。3年后，卢家忽遭巨变，仓库失火，运船沉没，买卖破产，官司缠身，一夜之间家道倾颓。卢彦昌变卖猫楼，雪娘不知所踪，孤身而终。单明听到此处，眉头紧蹙，低声道：“此人之失，诚乃失伦悖德，令人嗟叹。”莲池大师缓缓道：“孝经有云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动物虽可爱怜，然亲情是人伦之本。若因宠物而生偏执之爱，夺亲情之应有，便是贪之过。此种贪爱，不生于物质，而生于情执。世人不解，以为爱越多越好，不知过度之爱便是错位之害。”他停顿片刻，目光慈悲深远。佛门讲中道，不偏不倚，方为智慧之行。爱宠可以，关怀亦应有度，
吾使家人被轻，礼亦被弃。善明闻言，回想起前些时日，母亲在堂外呼唤自己吃饭，而他却因与小犬玩耍而懒于回应，心头一震，顿觉汗颜。他俯身伏地，虔诚说道：弟子明白了，宠物虽可爱，然亲恩难替，若宠之无度，不分先后，实为倒行逆施，岂能无损福报？莲池大师颔首微笑，善哉，居士能知是非，便有转机。此第二件事，便是戒贪情之执，守亲情之正。若能正心守道，及宠物在侧，亦能增长福慧。善明听完第二件不可为之事，仍跪于石阶之上，面露沉思之色。他轻声道：大师所言，句句深入人心。世人往往以情自误，将宠物当作心头至宝，却不觉以行过界，乱了人伦。弟子记下了。莲池大师点头，拈着念珠，缓缓站起，朝庭院一脚踱去。善明见状，亦恭敬跟随。古松下，青石板之间铺着厚厚一层苔藓，忽有微风吹过，几片黄叶飘然落下，落于不远处一块石台上。大师望着那石台，缓声道：这第三件不可为之事，便是对宠物之排泄不加理会，不顾环境清净与他人感受。善明一愣，随即低声道：大师，此事虽属不雅，但于福报有碍，是否严重了？莲池大师微笑不语，只转身指向廊角，居士可见那一隅草地。善明顺目望去，只见一方残破的泥地，草色稀疏，似有人货物频繁踩踏，边角隐有沉寂。他点头，此地却显污秽。大师缓缓道：此地昔日乃寺中香客供茶之处，花木扶疏，游人止步歇息。然数年前，有乡人携犬常来，任犬随地便尿。起初僧人出于慈悲，多不言语，久而久之，茶舍荒废，香客远避，连本寺皆引讲法之功德，亦为之一减。他语气转沉：一人之忽略，便能坏众人之清净；一犬之粪污，便能毁一处善的。随即他讲起一则往事。明代万历年间，南京贡院旁有位李姓秀才，名唤李允公，少年聪颖，博览群书，尤经律师。其家中养有一只波斯猫，名为雪团，甚通人性，常随李生左右，颇得喜爱。然李生贪图安逸，常任雪团于院内屋角随地排泄，且从不清理。更有甚者，猫常越墙至邻巷作屋，街坊多有怨言。李生不仅不以为意，反怒骂邻人多管闲事，毫无悔意。某年秋，李生赴京应试，文章辞采不凡，原拟殿试拔魁。岂料考官忽得密报，指其家风不谨，行为有亏，遂处之榜外。其后数事皆不第，年老归乡，悔恨终身。善明听完，面色肃然：弟子明白了。宠物虽小，若不守清洁之道，污人眼鼻，害人心境，是为不敬不洁不仁。莲池大师颔首：佛门讲求行住坐卧，当须护持。清净不仅是对佛土的供养，更是对众生的尊重。你清理一处粪污，便是除去一处众生之苦；你放任一处秽迹，便是撒下烦恼种子。他顿了顿，语重心长：更有甚者，此类行为多源于痴，即无明，不知因果，不敬功德，不察自己行为之影响，终至自损功德，误己误人。善明满脸愧色，叩首道：弟子平日只重宠物饮食起居，却未急于清洁细节，实在疏忽。今日得闻此因缘，才知福报之悔，常有小事起。莲池大师微笑，语气柔和如风：知过能改，最为可贵。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云：人能改过迁善，如病的医，见有全凭之望，此三件不可为之事。居士既已知晓，若能时时警惕，处处谨慎，便是修福之道。善明听完三件不可为之事，额上微有汗珠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昔日以为爱宠之举皆属善事，
从不曾细查自身的行为是否越界，是否已悄然种下损福之因。他肃然起身，合掌行礼，多谢大师开示，弟子今日才知，福报之得失，不在表象善行，而在起心动念与所行之微。倘若未得教诲，只怕在迷中更行迷路，误己误宠，亦误他人。莲池大师静静注视着他，微微颔首，语气温和却不失深意。善明居士，世间万事最怕两种人，一是知错不改者，二是行善而不明理者。前者执迷，后者误行，皆离正道。你今日能于言下省悟，于心中警觉，已胜常人百倍。说着，大师抬头望天，天色已渐阴沉，几缕灰云自远山飘来，松林间风声渐紧，铜铃在檐下叮当作响，仿佛天地也在为这场法语做出回应。他缓缓开口，这三件不可为之事，表面看是对宠物的对待，实则背后牵动的是三世因果，更揭示了佛门所说的三毒根本：贪、嗔、痴。善明低声问道，还请大师明示其中因果之理，弟子愿深解其意。大师合掌，目光深远如海，居士请听。第一件，虐待宠物是嗔之显现，你一念不悦，便迁怒于物，以暴力压制弱小，实乃将自身的嗔恨投射于众生，种下怨缘，今生欺辱，来世必受同报。故佛教有云，嗔是地狱之因，此言不虚。第二件，溺爱宠物是贪之所起，贪爱成执，情深生障。你视宠物为己有至宝，胜于亲情伦常，即是导致因果，扰乱人道。贪执不舍者，堕畜生道而不知，情感无罪，失度则害。第三件，不顾清洁是痴之现行，愚痴非无知，而是明知不为，不察后果。你纵容宠物作秽，视环境为外物，与己无关，实为我执未除。一教经云，勿令放逸，清净为修行第一步。善明静静聆听，心头一层层拨开迷雾，恍若醍醐灌顶。大师继续道，三毒是凡夫本根，养宠之事恰是试金之时，若能于此事中去贪嗔痴三毒，便是修行之开始。反之，纵爱宠千般，仍在凡愚之流。此时大师翻开手中一卷经书，指着一段泛黄的经文念道：楞严经曰，一切众生皆因妄想执着而堕轮回，宠物非罪根，人心若执，便是陷阱。善明望着经文，久久不语。片刻后，他轻声道：弟子昔日见他人弃猫逐狗，心中痛惜，却未察自己所作所为也曾深种恶因，如今方知养宠非善与恶之分，而是修行之境，动念之简。大师含笑点头，正是此意。他稍顿，举一例补充道：宋朝时，临安郊外有一老妇，名唤静香，终身未嫁，以救助流浪猫狗为愿，每日晨起扫地供食，风雨无阻，甚至不惜卖米换粮，为之疗病安寝。数十年如一日，未生一嗔一怨。其邻人初笑他痴，后见猫狗感恩相随，守其夜晚，不斥于亲子，遂皆感动。静香100岁无疾而终，临终之际，众猫犬伏于榻前呜咽数时，香气盈室，乡人惊叹其德，尊为护生婆婆。善明双眼泛红，弟子愿以此为镜，行护生之道，不负因缘。大师凝视着他，语气庄严，记住，养宠物并非福报之敌，而是修福之基。关键不在宠物，乃在你之心。不虐待是慈，不宠溺是智，不放逸是戒。慈智戒缘，方得福慧双修。大师合掌收经，缓缓道：地藏经有云，随所住处常安乐。若能在养宠这等凡事之中持清净心，守善行戒，便是日日在修行。话音方落，天色被层层乌云吞噬，一股沉重的气压压向庭院。莲池大师缓缓起身，站在石阶之上，
善明居士，此刻你已知三世不可为，心中亦有所悔悟。然而三毒之过，所损者不只是今生的福报，更是牵动三世之苦。因善明微微一震，随风跪伏于地，听得额上汗渗如珠，眼中不觉泛出惊疑之色。敢问大师，三世之因，竟可言及三世之报？弟子愚昧，愿闻其详。莲池大师抬眼望向乌云翻滚的苍穹，语声缓慢，却如洪钟大吕，字字沉稳。佛言：一切因果不离三世，你今日起意念嗔恨、贪逆或放逸，便于今生种下恶因，来世结下苦果，轮回之网，非一事可脱也。其一，今生失德，来世遭怨。你若虐待宠物，或弃而不顾，那便是背信忘恩、背德忘义。宠物虽非人形，然有情有实，昔日与你结缘，本是来酬善债或修正果，今却受苦于你，怨恨难消。来世或化人身为你亲友、仇敌，冥冥中加倍所偿。大凡夫妻不睦、子女忤逆、有人陷害，多有此类未解怨结所感。此即所谓缘未断，怨不散。善明听得面色惨白，喃喃低语：弟子曾有一犬，病重时心烦弃之街头，如今想来，难怪近年屡遭亲信背叛，心力交瘁，皆非无因。莲池大师点头，目光中带着一丝怜惜：你若不觉，便于迷中造业；你若能悔，便于法中得救。其二，再生为畜，受苦无量。贪逆宠物，忽视伦常，贪情不舍，亦种畜生道因。来世不能的人身，反多为犬猫牛马之类，承受拘束、屈役、饥寒、病苦，舌不能言，心有所欲而不可达。更有甚者，反复为处数劫，难逢人道善缘，长夜沉沦。你见今日之猫犬流离街头，受人嫌恶，食腐为生者，皆非无因，或曾是富贵之家之主，被得误行而堕。善明望着庭外一只瘦小的黄狗，正从台阶边探出头来，惊觉那毛发蓬乱，目光哀伤，竟隐隐似曾相识。他喃喃自语：昔年邻家王员外酷爱鹦鹉，却冷落老母，后暴毙无救。如今竟有人说那黄犬是他转世，尚觉荒诞。今日细思，竟有几分不寒而栗。大师缓缓点头，转身向菩提树走去。世人轻视动物，实是不识因果。畜生非低贱，实乃昔日诸人。若不谨慎行持，便可能自己也走入受道之门。其三，轮回未了，长夜无明。最可怕者是痴心不灭，自以为行善，却不明理，不问是非，不断以恶掩善，以错修福，累世沉溺于轮回之海，永无出期。如同那李秀才，以为爱猫便是善举，却不顾清洁，不敬众人，终丧前程。其心虽欲行善，行却生祸。此无明二字，才是真正的地狱之门。此时，一道雷声自远山滚来，震耳欲聋，松枝剧烈晃动，铜铃发出一连串急促鸣响。善明全身一颤，仿佛佛祖亲临，警钟长鸣。他忽地趴伏于地，泪流满面，喃喃哽咽：弟子愚痴，误以为宠物可解忧愁，却不知自己已种无数恶因。今朝若非遇大师点醒，只怕终身造罪而不自知。莲池大师垂眸此事，道：善明居士，无需自责过甚。佛门云：知过能改，是为大善。最怕者不是犯错，而是不觉错；最难者不是修行，而是回头说罢。天边乌云已缓缓退散，一缕夕阳穿透云层，洒在庭中石阶之上，如佛光再现，洗净尘埃。莲池大师缓步回至他身侧，缓声道：居士，忏悔之泪不是罪过的终章，而是转机的起点。他顿了顿，从衣袖中取出一卷经书，轻轻翻开，指着其中一行字，读道：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有云，人能悔过千善，如病的医，
见有全凭之望，意念回光，胜造7级浮屠。可见回头之勇，胜过千修万行之表。只要你今日立志改过，发心正行，自能逆转命运之舟，于业海之中转向光明彼岸。善明闻言，再次叩首，长跪不起。弟子铭记大师所教，愿以生命奉行，不负今日一番开示。莲池大师抬手轻按其肩，慈颜微笑，善哉善哉。然发愿之后，更需立则持行。汝当记住养宠之道，有3大准则，长守不渝，方能在宠物与自身之间结下真正的清净善缘。他举起3指，语气庄重。其一，敬养如亲，视宠物如过去父母。佛经言，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宠物非玩物，亦非低贱，他们与你结缘而来，或是来还债，或是来报恩，或是你前生至亲，今投受到已续缘。你敬他、怜他、护他，便是在修孝道；你弃他、辱他、忘他，便是断慈悲之根。若能日日以供养父母之心对待宠物，心中自生善念，福报亦自增长。善明点头，弟子已深省，当不再是宠物为解闷之物，而当作善缘之伴。大师续言，其二，行持有度，爱中守礼，不废本分。宠物虽为可爱之物，然亦不可凌驾于亲情、伦常、人道之上。你若因猫犬之虚而忘老母之疾，因鹦鹉之趣而轻正业之职，是失本逐末，迷于情执。佛法讲中道而行，即是爱而不逆，养而不吃，每日有时喂食，有度嬉戏，不误正事，不废人伦，方是行持有度。善明回忆过往与亲人因宠物而疏忽之处，心中涌起阵阵愧意。弟子定守本分，不因一犬一猫而误一生大义。莲池大师点头继续。其三，清洁如法，不污环境，广结善缘。你既养宠，便当负责清理，不使秽物污染天地，不使邻人闻而生怨。一人一宠，若能自扫门前雪，自守身边净，便已在播下广大的善因。佛门讲护净是福田，你清理宠物之分，实乃洗心之功。一人行净，百人的安，何乐而不为？善明深深叩首，弟子愿亲手扫除，不以琐事托他人，不以微事轻视之，洁身自守，一节的护众。莲池大师合掌轻吟：3事能戒，3心能持，便是为人、为修、为养之正道。庭外风止云散，一道阳光透过屋檐斜洒进来，照在石桌上的茶盏中，泛起一圈圈涟漪。空气中似有花香浮动，连松涛都平缓柔和了几分。善明抬起头，看向莲池大师，眼神澄澈坚定。弟子今日所学，不只是为善待宠物，而是明白了人心之起伏，因果之细微，福报之所依。大师所授3准则，弟子当刻印于心，不但用于畜生之养，更当以此自律。为人之道。莲池大师缓缓点头，最后取出一卷《华严经》，翻至一页，指给善明看。《华严经》云：心、佛即众生，是3无差别。你心中有佛，宠物即佛。你视其为畜，他便困于畜生之身；你敬其为灵，他便因你之德而超越6道。修行不是远离尘世，而是于一饮一啄、一犬一猫中生起觉悟，种下慈悲，是为真修。善明合掌闭目，口中轻念：愿众生皆离苦得乐，愿无心常住清净。香烟缭绕中，那小黄狗悄然走至阶下，静静趴卧，仿佛也听懂了这一席话。莲池大师负手而立，望着远处云开天明，轻声道：云栖虽远，慧灯不灭。愿居士此去，不只行善于宠，亦能体会于心阳光照耀之处，一切温暖明朗。这一日，善明下山时，心如静水，无波无尘。他身边的小犬亦温驯贴行，不再只是宠物，而是他通向正道的伴侣。
是他福报之源。佛门终生悠扬，一声声传入远山，仿佛在天地间宣告：家有宠物，慎守三事，则福不损，缘不散，善果长存。莲池大师看着善明逐渐远去的背影，轻轻合掌，口中缓声诵道：养宠之人，若能持心端正，行止有度，便非障道之源，反成修行之助。他转身望向庭中石桌，拈起那串念珠，缓缓盘绕，继续道：家有宠物，莫做三事，非但警示之言，更是修福积德之戒律。一念慈悲，一行自律，足以改变一生福运。庭中光影斑驳，松涛再起。莲池大师凝视着那只趴卧在石阶边的小黄犬，语气慈和而深远。大制度论有言：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宠物为果相所显，乃众生轮回之行。若能与之共处共生，以悲悯之心待之，便是在与未来佛共修，结下无上菩提之缘。一缕清风拂过庭院，铜铃微响，佛意未散。莲池大师缓缓步入禅房，偈声回荡，慈光悠长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